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初学者常犯错误。小美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哦，什么问题啊，大明？你有没有在餐厅里点餐时遇到过尴尬？尴尬？哈哈，那可太多了。想象一下，你想说我要水饺，结果说成了什么？睡觉？哈哈，这个我懂。对啊，服务员肯定很奇怪，你要睡觉？太真实了，这绝对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。是不是？一个音调就能完全改变意思。声调真的太重要了，一不小心就错。我还遇到过把买单说成免单的朋友。免单？那可真够大胆的，笑死我了。对啊，服务员当时都愣住了。这种小错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初学者常犯的错误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没错，特别是那些发音上的小陷阱。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声调不准。还有些词长得很像，意思却不同。对，比如问和文就很容易混淆。是啊，不注意就可能说出奇怪的话。我觉得词汇量不够也是一个问题。有些人只知道一个词就一直用它，导致表达不够精准，听起来很奇怪。没错，比如好吃可以形容很多东西，但你不能说这个地方很好吃，对吧？哈哈哈，那样就太奇怪了。地方是好玩。或者用错动词也是常有的事。比如去何来，方向搞反了。或者上和下也很容易错。这都需要多听多说，慢慢积累。还有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容易出错。比如有些话我们觉得很客气，但在他们听来可能就有点生硬。或者不理解一些习俗，会闹笑话。像随便这个词，有时候不能乱用。对，你问朋友吃什么，他说随便。其实他心里可能已经有想法了。如果你真的随便点，他可能不高兴。这就不是语言问题，是文化理解。所以说，学语言也要学背后的文化。是啊，才能真正融入，避免尴尬。还有一个是语速太快，让人听不清。哈哈，初学者总是想说得很快。但慢一点，说清楚，其实更有效。没错，不要害怕说错，慢慢来。每次的错误都是学习的机会。对啊，我们都是在错误中成长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小美。下次再和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。哎，说到有趣，我突然想到一个。你又想到什么了？快说。很多人喜欢直接翻译自己的母语。哦，这个太常见了，特别尴尬。对，比如想问你还好吗？他们可能会说你很好吗？听起来像在问身体健康状况，而不是日常的关心和问候。这就失去了中文的原有味道。我有个外国朋友就这么问过。哈哈，你当时怎么回答的？我愣了一下，
说我挺好的呀。感觉有点好笑，又有点心疼他。是啊，他只是想表达他的关心。这种西式中文听着很可爱。其实是思维习惯的不同体现。我们表达方式确实更含蓄些。比如问你吃了吗，就是关心。对，不是真的问你吃没吃饭。这也是一个很地道的文化现象。它代表了我们独特的问候方式，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温暖。初学者常会误解它的真实意思。还有什么词语你觉得容易用错？比如没关系和没事。它们听起来很像，但场合不同呢。大家觉得这两个词怎么用比较好？这个问题可真有意思，值得思考。我发现很多人会直译请坐下。啊，直接说你坐或者请你坐。其实更地道是请这边坐，或者请入座，显得更正式礼貌。中国人很注重这种委婉和客气。礼仪感往往体现在语言的细节里。所以多观察当地人的实际用法。是啊，多听多模仿是最有效的方法。还有一个就是语音语调的问题。调子不对，意思可能就完全变了。比如买和卖差一点点。哇塞，这个真的太容易搞混了。对，语调的把握至关重要。这需要大量的练习和模仿才能掌握。说到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更难的。哦，是什么样的挑战呢？关于表达拒绝又不得罪人的技巧。哇，那真的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活儿。没错，下次我们可以深入聊聊这个。我也特别想听听你的独特见解。这背后可是大学问，很有意思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学问确实大。是啊，说到这，我突然想到另一个。哦，是什么样的挑战呢？关于客气的把握，常常出错。这个确实很微妙。就是说，很多时候话不能太直白。比如人家请你吃饭，你立刻说好啊。对，或者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这种直接拒绝其实不太礼貌。第一次通常要推辞一下，这是习惯。就是别直接答应或直接拒绝。有个朋友第一次来我家做客。他怎么了？犯了什么错误吗？我问他喝什么，他立刻说白水。哈哈哈，太真实了，我也有过。旁边的长辈听了，有点尴尬。觉得他不给面子是吗？虽然是小事，但感觉不舒服。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？可以说随便就好，您别忙了。这样就显得比较体贴和客气。还有就是，有时候要学会听话外音。哇，这个更难了，像猜谜语。比如有人问你吃了吗？这不就是真的在问吃饭没吗？不，很多时候是打招呼，不是真问。啊，我以前都傻乎乎的回答了。哈哈哈，大家有没有同感呢？确实，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真实答案。还有一种是你想拒绝，但不好意思。比如有人让你帮忙，你不想帮。
对，直接说不行可能会伤感情。那要怎么说才婉转又得体呢？可以说我再想想办法，或者有点难。这也是拒绝的艺术，很高级。我有一次，朋友请我吃辣椒。你是不吃辣的吧？对，我直接说我吃不了辣。这次是直接说了，效果怎么样？他立刻说没关系，我给你点别的。咦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因为我们关系很熟，所以才没事。哦，原来是看关系远近来决定。如果是第一次见面，就要更委婉。哎呀，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！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别人夸你。哦，谦虚也是一种美德。对，不能直接说是啊，我就是好。哈哈，那可就太自大了。通常要说哪里哪里，或者过奖了。这些细微之处真的需要慢慢体会。所以，中文学习不只是语言本身，更是对文化和人情的深度理解。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如何表达感谢。哇，感谢也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呢。没错，这背后也有不少学问和忌讳。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分享了。是啊，光想就觉得很有趣。那我们就接着聊感谢的学问。除了谢谢，还有哪些说法？比方说，对长辈或上级。哦，要更郑重一些表达吗？麻烦您了，费心了这些。哇，原来如此，很有层次感。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哦。还有行为上的感谢方式吗？对，比如请客吃饭也是一种。哈哈，我懂了，酒桌文化。我记得有次我帮朋友忙，那他后来怎么感谢你的？他请我吃了一顿火锅。哇，这感谢方式很地道啊。还有就是送一些小礼物。正是所谓的礼轻情意重嘛。但送礼其实也大有学问。比如不能送钟，谐音梗吗？没错，送钟是很忌讳的。还有什么不能送的吗？还有梨和伞也不太好。为什么呢？都有讲究吗？梨是分离，伞是伞。哎呀，这真是细节之处。所以要多了解文化背景。是啊，不然好心办坏事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？我有一次送朋友新鞋。哦，鞋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送鞋是送人离开的。哈哈，这忌讳确实有点。我当时真的非常惊讶。所以，中文学习真的很有趣。中文学习远不只是词汇语法。对，它背后是人情世故。那你有没有遇到相似情况？比如，你送过什么特别礼物？或者送礼时曾不小心犯了错？对，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我想到一个更有趣的。是什么呢？快点说说看。你们知道红包的意义吗？除了钱，它代表心意。颜色也有讲究，红色喜庆。对，里面的数字也很重要。比如数字8代表发财。接下来聊聊如何拒绝。
哇，拒绝可比感谢难多了。没错，这涉及更大的智慧。没错，这涉及更大的智慧。真的，我之前就犯过错。哦，快说说看，什么情况？有一次，朋友请我吃饭。是你真的不想去吗？但我直接说了不去。结果呢？他肯定不开心。对，他脸都拉下来了。哎呀，这确实有点尴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要委婉。委婉就是说话要绕弯子。没错，不能太直白了。中国人很讲究这种方式。比如可以说下次一定。或者我那天可能有事。对，给对方留个台阶。这背后是面子文化。哦，给面子和不给面子。如果你直接拒绝别人，就会让他觉得没面子。对，觉得你不在乎他。哇，所以拒绝要艺术。简直是高情商的表现。那你有没有高情商的经历？我也遇到过类似难题。有朋友送我一份礼物。你不想要这份礼物？不是不想要，是不合适。那你如何拒绝的呢？我说心意领了，礼物太贵重。太贵重是很常见的说法。对，这样对方会觉得你懂事。既表达谢意，又没收礼物。你觉得哪种拒绝方式最不容易伤到朋友呢？我觉得是找个理由。理由要听起来很合理。对，比如身体不舒服，或者家里有急事等等。这就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。在特定场合是可以的。关键是维护人际关系，不让大家感到尴尬。中国文化里避免冲突，保持和谐非常重要。说到拒绝，我想到一个。什么样的呢？更有趣吗？有时候拒绝长辈的帮助。哎呀，那可就更复杂了。对，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。是啊，那真的要小心。避免让长辈没面子。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尊重。理解当地文化很重要。对，沟通交流才能顺畅。所以，初学者要多观察。看当地人怎么表达。学习他们的处事方式，而不是只学书本知识。语言是活的文化载体。没错，要真正融入生活，才能真正掌握这门语言。今天的讨论很有意思。我也学到不少新东西。从拒绝到善意的谎言，确实是大学问和技巧。很多朋友都容易犯错，但只要多思考就好。对，慢慢练习就会进步。今天的分享很充实，感觉时间过得真快。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。我觉得今天的重点是学会看场合和人说话，特别是在中国文化里，维持和谐非常关键。
即使要说不也是。委婉表达真是门智慧。避免直接冲突最好。这对初学者很重要。可以减少很多误会和尴尬的情况发生。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。希望今天的讨论有帮助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在拒绝别人的时候，会遇到什么困扰呢？有没有独特的技巧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经验，或者给我们私信留言哦。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下期我们聊聊在中国如何快速和大家交朋友，建立更深的信任关系。这也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。期待下次与你相遇。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。谢谢大家的耐心收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！期待我们下期再会。